对，没有火锅真的不行。我是一个火锅爱好分子，我是为了火锅而活的。嗨，珍秀，又是我。好，今天我跟珍秀要来聊一聊台湾人常常做，可是外国人觉得很奇怪、很特别的事。那第一个就是台湾女生笑的时候会遮嘴，你觉得呢，珍秀？我自己也会，我笑的就是会这样很豪迈、很大笑的时候，我就会这样遮住，因为小的时候妈妈教我遮住，不要给人家看到你的牙齿，这是个礼貌，对，礼貌。好像有这样对，因为我还蛮喜欢这样哈哈哈大笑，然后妈妈就会跟我说啊，不要笑成这样，不好看。但是男生是不是有的也会？对，也会。我觉得这个变成是一种习惯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关系，但是我觉得可能是台湾以前有被日本统治过，所以我们有一些日本的文化。其实日本的女生笑的时候也会遮嘴巴的，我有发现。对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关系，但是我在猜想，可能是有这个原因。对，这个我可以再问一下梁子流口。那再来第二个这个超多人跟我抱怨，台湾人超早就吃晚饭。没错，对。那我觉得要看每一个家庭而定。那像我们的家就是6点开饭，6点。因为其实我来到香港之后，我发现，哇，我们家或者是台湾真的好早好早吃饭。香港是到8点多9点才会吃晚餐的，但是我没有想过会到那么晚，因为我本身的胃是不好的，所以其实我是没有办法那么晚吃晚餐，因为消化的问题。对，我也是，因为我胃不好，所以我就觉得，如果我很晚吃饭，然后我知道我晚上可能会睡得不太好，这样我也很不习惯这个。还有啊，爸爸5点就会下班，那他会肚子饿，所以我们家基本上6点半就是必须一定要喂饱爸爸。对，他就是必须一家人这样去吃饭。对。像我发现一件事情是，台湾比较多家庭主妇，所以他们在家里就会先煮好，等家人老公儿子回到家之后，立刻有东西给他们吃，先让他们吃饱再说。对，所以才会演变成说台湾还蛮早吃晚餐这个习惯，然后所以晚餐我觉得餐厅也蛮早就休息的。就是怕爱的人饿肚子了，是不是？OK， 再来第3个，倒垃圾就是我们的垃圾车如果开过来，还有一个音乐，对不对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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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优雅的古典音乐，然后大家就会集在一起，然后去倒垃圾这样子。其实台湾呢，就是有一部垃圾车，黄色的垃圾车，然后还有辛苦的清洁大队，然后每一条街、每一条巷都有不同的时间点，比如说9点半、9点、8点半、7点这样去倒垃圾。像我家就是没有这个问题，对，就是直接就集体9点可能会有清洁队员直接帮我们把垃圾放在门口，这样，然后就有人帮我们这样收了。对，要看你住的
房子是怎么样的类型。如果是大楼的话，可能它有一个集中放垃圾的地方，就会有人帮你处理。但是如果你住的是公寓，那可能你自己就要安排时间，自己晚上去倒垃圾。对，所以也是看你住的房屋类型。然后再来再来第四个，天气很热也要吃火锅。对，台湾人有一个还蛮妙的，就是天气热，第一个一定要吃火锅，第二个还是随身会有一个小外套在。对，就算我到了一样亚洲地区的香港，也是非常热爱火锅的。对，没有火锅真的不行。我是一个火锅爱好分子，我是为了火锅而活的。对，我也是。其实夏天我也是火锅党的。其实我要反驳一下，吃火锅又怎么样呢？我们会开冷气吃火锅啊，不会吃到汗流浃背啊，会开冷气。开冷气吃，没错，对，就是热爱火锅的人就无所谓，因为台湾人太爱吃火锅了，所以夏天就是常常你就会发现，火锅店里面的人其实大家都是在流汗，但是就吃得很开心。我没有流汗啊，我吃得很文雅。我会啦。我会流汗，我就这样看到，他也流汗了，好，我们就吃得很开心。对啊，我觉得可能是台湾人没有去太 care 就是天气的关系来选择吃东西。对，至少我跟你啦，因为我们两个是喜欢吃火锅的人。火锅党。火锅党。对，好，再来，爸妈会叫小孩不要喝冰水。对。其实这个很难讲亚洲其实会相信中医这件事情，所以中医的眼中就是喝冰的对身体不好，对女生不好，所以就算小孩子、大人、女生都不可以喝冰的。还有在你怀孕的时候不可以喝冰的，你想怀孕的时候你也不可以喝冰的。对，这个我很纳闷。我想要喝冰的时候，我妈妈就会骂我，你要喝冰的。或者是我早上拿了一杯冰咖啡回到家，然后呢，她就会说，又是冰的，女生喝冰的不好。对，就会这样。就是一个中医的角度。对，我觉得是。从小到大就是大人就会一直跟你说不要喝冰的，不要喝冰的，所以真的会影响我的观念。那这个又是中医的角度，所以看你信不信咯。